宝看着正在树上玩得开心的姐妹俩，自己也想去玩耍一下。不过瑞宝和辉宝一起给妈妈劝退了，表示小树上是容不下3只大熊猫的。爱宝眼看自己上去也没地方落脚，于是便退了回去，将小树留给了姐妹俩。爱宝下来后，来到了小树从前，给小树施了下肥。而在树上的姐妹俩也很和谐。一会儿，瑞宝想要下去了，打算把小树让给妹妹，只是下树有点艰难。瑞宝的脑袋都被挤得有点变形了，这小脑袋可遭老罪了。不过大熊猫的脑袋可塑性是真强，爱宝看瑞宝下来陪自己了，赶紧来到瑞宝身边和瑞宝贴贴。有了瑞宝的陪伴，爱宝也不无聊了，还是当大姐的懂事儿。一会儿，爷爷们给爱宝送来了竹子，爱宝便来到小亭子上吃起了竹子。而此时辉宝已经在小树上睡着了，瑞宝则去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小滑梯上。而除了2个爷爷以外，圣希阿姨时常也会来到园区陪姐妹俩。作为一直在宝家背后默默付出的圣希阿姨，对宝家的爱也是不比2个爷爷少的。而姐妹俩对圣希阿姨也不反感，跟对爷爷一样。爱宝回室内后，圣希阿姨在园区陪了一会儿姐妹俩。姐妹俩在圣希阿姨面前比在爷爷面前还要乖巧，不吵不闹的，默默地守在圣希阿姨身边，让人看了心里暖暖的。只见瑞宝一点一点地往爱宝身边爬去，姨姨们都以为接下来是个温馨的画面，结果瑞宝来到爱宝身边，直接对着爱宝的脸来了一巴掌，然后掉头就跑。这贱嗖嗖的样子是遗传的谁呢？不会是宋宝吧？而此时的辉宝正在通道门口。最近辉宝总是想要提前下班，表示这班自己一天也不想上了。辉宝来到小亭子旁，抓着小亭子就想往上爬。瑞宝来到辉宝身边，提醒妹妹这儿上不来的。于是辉宝索性放弃，在旁边给姨姨们表演了一下自己最拿手的兔子跳，围着柱子蹦跳一圈，又接连2个翻滚，和南天竹干了起来。辉宝拉着南天竹一通撕咬拉拽，不过此时辉宝力气还小，如果再大点，想必这一番操作南天竹会被连根拔起。一阵翻滚过后，辉宝给自己身上造得脏兮兮的，然后转头跑到了小亭子上。来到小亭子上后，给瑞宝姐姐压在身下胖揍了一番。瑞宝此时很是无辜，自己什么也没干就挨了一顿揍。爱宝吃着竹子表示你俩打归打，但别碰到我。辉宝听到这话用力更猛了，对着姐姐一通撕咬，这架势一看就是亲姐妹，打架一点也不留手。辉宝给瑞宝压在身下，根本无法反抗，直接给瑞宝打跑了。辉宝给姐姐赶跑后，自己钻进了妈妈的竹子堆里。最近辉宝的花样蛮多的，而被赶走的瑞宝自己躲到一旁 emo 去了。辉宝从竹子堆里钻出来后，又开始挑战独木桥。辉宝的活力越来越旺盛了，可以对之前的腼腆灰说再见了。想必以后辉宝只会越来越调皮。而瑞宝这里也不甘示弱，抱着树干一步一步努力地爬到了小树上。等等，怎么这只才像是辉宝？江爷爷来到园区接瑞宝回家，江爷爷隔着大老远就张开怀抱迎接瑞宝过来。瑞宝这幽怨的小表情没有丝毫想回家的意思，还傲娇地扭过头去爬在了独木桥上，亦或是故意摆好姿势等爷爷提走。而江爷爷不再等待，也或许是看懂了瑞宝的意思，走上前给瑞宝提了下来，一边走一边给姨姨们说再见。而瑞宝则被爷爷提着一动不动，乖乖的。早上爱宝在小木床上吃饭，姐妹俩在旁边玩耍，而此时的乐宝则正在室内园区吃竹子。这个位置是乐宝离姨姨们最近的休息位置。乐宝的食欲总是很好，没有事情会影响到乐宝的食欲。一会儿瑞宝在小滑梯上睡着了，而辉宝则依旧活力满满，看着眼前的竹子给其咬到了嘴里。姐妹俩一个爱静，一个爱动，辉宝爱玩，瑞宝爱睡觉。一会儿姨姨排队回来时，宋爷爷来到园区给姐妹俩收拾爱宝刚才吃剩的竹子。宋爷爷和姐妹俩时隔数小时没见，对姐妹俩很是想念。宋爷爷收拾完竹子后，扛着竹子回去，然后再去给爱宝去扛新竹子。辉宝则在屁股后面追了上去。姐妹俩今天被2个爷爷轮番宠爱。姨姨第3次排队回来时，轮到了江爷爷。江爷爷摸了摸熟睡中的辉宝，辉宝都没醒。之后江爷爷又去到小木床上，给瑞宝也抱了过来，给姐妹俩放在了一起。爷爷给姐妹俩接走，轮到福宝营业了。福宝先是在室外吃了会儿竹子，吃饱后给竹子全推到了下面，然后自己躺在了干净的小亮台上，惬意地享受着午间阳光。等依依又一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来到了室内园区，正蹲在小亭子上拉青团，而且还是将屁股对准依依的那种。拉完青团后，还害羞地藏在了小树后面躲了起来。
时，瑞宝和辉宝之所以总是在安静与调皮之间来回切换，并不是因为性格，而是因为宋三岁和江爷爷是两种的带娃方式。调皮这一点是随了4岁，是宋三岁的迷之操作在影响瑞宝和辉宝。拿起青团投向游客这一点，怕是只有宋三岁干得出来。宋三岁带娃时，通常让人分不清究竟是瑞宝辉宝快乐，还是宋三岁自己快乐。而且宋三岁总是欺负瑞宝辉宝，这已经让瑞宝和辉宝认为宋三岁是自己的同类了。所以宋三岁来园区时，瑞宝辉宝会以为宋三岁是来跟自己抢地盘的，姐妹俩便会加强戒备，例如抢走宋三岁的皮靴，亦或是在树上不下来。在树上不下来，其实并不是因为瑞宝辉宝不想下班，而是瑞宝辉宝怕自己下去后，宋三岁就上来霸占自己的地盘。这让瑞宝和辉宝必须确保宋三岁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领地是安全的后，才会从树上下来，以免自己从树上下来后，宋三岁接着就爬上去。而瑞宝辉宝的安静的性格，则是来源于江爷爷这里。江爷爷带娃就是一副和谐安宁的模样，瑞宝和辉宝也喜欢在江爷爷身边撒娇打滚。江爷爷这里让瑞宝辉宝感觉到的是像妈妈一样的温暖和包容。江爷爷的到来不会让瑞宝和辉宝感觉到紧张，心甘情愿的让江爷爷来自己的地盘，甚至瑞宝辉宝抱着江爷爷的大腿，不想让其离开。而也正是因为两个爷爷这两种性格，才激发了瑞宝和辉宝之间不同的一面，让之前喜欢文静的瑞宝开始变得大方开朗，让平时鲁莽的辉宝也学会了安静。两个爷爷的性格对瑞宝和辉宝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同时也都是利于瑞宝辉宝成长的。宋爷爷身披福宝斗篷，假装是福宝来看望两个妹妹。辉宝第一次看到除妹妹和妈妈以外的大熊猫，心想怎么会有和妈妈一样白的大熊猫，赶紧上去贴贴。而瑞宝这里则直接抱着福宝姐姐的斗篷啃了起来，帅气的斗篷没一会儿就变成了姐妹俩的小被子，柔软的小被子。瑞宝和辉宝蹭在身上表示真舒服，爷爷给被子盖在了辉宝的头上，小公主一下变成了大婶，被子已然玩脏了。宋爷爷索性直接给被子当浴巾，给姐妹俩擦起了身子。给姐妹俩擦完身子后，宋爷爷又给被子盖在了自己的身上。爷爷的生活已然和姐妹俩融为了一体，互不嫌弃。而此时真正的福宝姐姐正在房间里吃竹子。爷爷问福宝今天在外面干了什么，怎么给自己弄得这么脏，头顶上还给自己染了个发。不过这样一看，福宝确实比瑞宝和辉宝白。一会儿宋爷爷拿来奶盆给姐妹俩喂奶，现在辉宝和瑞宝吃奶越来越乖巧了，不会狼吞虎咽了，而是坐在奶盆前细细品尝。而此时的瑞宝正忙着玩耍，还没空吃奶，直到爷爷说瑞宝再不来吃盆盆奶就要被辉宝都吃光了，瑞宝这才赶紧爬起来吃奶。就在姐妹俩吃完奶，爷爷回去放奶盆时，瑞宝给自己爬到了栅栏上面，这是要超越妹妹辉宝呀。爷爷惊叹爱宝这次一下生了2个蜘蛛侠出来，而爷爷则非但没有批评瑞宝，反而鼓励瑞宝继续爬，表示瑞宝越来越强壮了。爷爷让瑞宝自己尝试爬下来，没想到瑞宝真的按爷爷说的做了，瑞宝抓着旁边的栅栏很顺利的滑了下来，满足了姨姨们对姐妹俩爬上去后如何下来的好奇。第二天下午，宋爷爷来到园区来接福宝下班，此时福宝正在小滑梯上睡觉，这次的滑梯很宽敞，福宝躺在上面刚刚好，而且看上去还很舒服。宋爷爷让福宝醒醒回家睡，福宝则表示让爷爷等等自己先缓一缓。但最后福宝耐不住爷爷在旁边的不断唠叨，乖乖的从小滑梯上下来，如宋爷爷所愿的回了家。圣谢阿姨给的小零食，瑞宝和辉宝都不舍得吃了，尤其是瑞宝这里放进嘴巴的小零食，又不舍得拿了出来。果然，女孩子面对可爱好看的食物，都舍不得将其吃掉。大熊猫也不例外。今天圣谢阿姨拿小零食进来时，瑞宝从圣谢阿姨刚进门，目光就没有从圣谢阿姨手里的小零食上离开过，直到圣谢阿姨将小零食放在瑞宝嘴巴里后，瑞宝才放下心来。瑞宝坐好后，将原本放进嘴巴里的小零食又拿了出来。瑞宝有点不舍得吃，同时也想等妹妹下来后一起吃。瑞宝转头先跟姨母说了声谢谢，这可爱的模样太招人稀罕了。一会儿，瑞宝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打算自己先吃。很快，辉宝也过来了。不过，瑞宝这里的小零食都快吃完了。辉宝过来后，圣谢阿姨让姐妹俩坐在一起。辉宝对小零食没有顾虑，直接大口大口的开啃。辉宝的性格还真是男孩子，不过论坐姿的话，瑞宝这里也不服输。瑞宝表示自己可以比男孩子还要男孩子。辉宝这一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躺出了财阀公主应有的气质，不羁中又带有一丝傲慢。圣谢阿姨这里赶忙用相机记录下姐妹俩这可爱的样子来。
姐妹俩对这场面已经习以为常了，任凭姨母怎么拍摄，都影响不了姐妹俩的正常干饭。不过这次干饭，辉宝的姿势更端正。辉宝调皮惯了突然的优雅，姨姨们看了表示还有点不习惯。姐妹俩这是又偷偷互换了性格，辉宝是端正的坐姿，像是要加入少先队。瑞宝和辉宝刚出门，就给姨姨们上演了争抢室内一姐的戏码。开始时，瑞宝略占上风，咬着辉宝的脖领子，压制了辉宝几秒钟。但是辉宝最近在家练的功夫也不是白练的，整天在家练习攀爬，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轻松给自己从姐姐口中挣脱出来，然后接着转身给姐姐压到身下，接着对其一顿胖揍。瑞宝也不甘就这样挨揍，再次挣脱出来，反向咬住辉宝脖领子，一通拉扯，给辉宝拉倒在小亭子上。下一秒，姐妹俩看到妈妈走了过来，立马停手。姐妹俩在妈妈面前尽显乖巧，但爱宝一走，姐妹俩又打了起来。辉宝压着瑞宝，瑞宝转身咬住了辉宝的手，辉宝吓得立马跑走，边跑边喊有熊咬熊了。一会儿爱宝在家休息完出来，来到了姐妹俩身边，让姐妹俩别再闹了，谁闹就揍谁。爱宝翻身一个大开叉，躺下来休息，但感觉手上没个玩的怪无聊的，便顺势给辉宝提溜了过来，给辉宝宠溺了一会儿，陪辉宝玩耍完，也不能忘了瑞宝。爱宝走到正在爬独木桥的瑞宝身边，给瑞宝从独木桥上拽了下来。而福宝此时正在室外园区逮哥宝，但哥宝有点胆小，看见福宝就跑。一会儿，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来到室内园区。此时爱宝正背对着姨姨们，想着这样姨姨们可能看不到自己，于是便转过身来，谁成想一脚给瑞宝踢了下去。刚开始爱宝还没反应过来，而瑞宝却看到妹妹掉了下去，爱宝让瑞宝靠里一点别掉下去。之后爱宝东看看西瞧瞧，突然意识到辉宝消失了，这才想起刚才自己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便俯下身去查看。此时掉下去的辉宝正在躺地上打滚，爱宝看到辉宝并没啥大事儿，便躺下来继续玩耍，让辉宝自己爬上来。辉宝爬上来后，爱宝起身给姐妹俩腾地方。爱宝来到小滑梯上后，看着瑞宝辉宝，心想还是让他们自己玩更安全一些。独木桥对现在的爱宝来说些许有些窄了，好在爷爷给独木桥安装到了下面，如果此时独木桥在小树上，爱宝就没有中间掉头的体验感了。而此时瑞宝、辉宝和爱宝便产生了鲜明对比，他们现在还没有独木桥粗，谁能想到刚出生只有小老鼠大小的熊猫能长到后来的几百斤。一会儿，将爷爷见瑞宝和辉宝玩得可爱，便来到园区拿出手机为其进行拍摄。虽然爷爷每天都和瑞宝、辉宝待在一起，但对于爷爷来说，瑞宝和辉宝现在每一个新行为和表现，爷爷也都和姨姨们一样，对其都有着同等的吸引力。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瑞宝和辉宝每一个动作，绝不让自己的画面里漏下他们的一个细节。直到一会儿，将爷爷手机提示电量不足时才回去。将爷爷表示刚才自己该充满电再出来的。中午，瑞宝和辉宝的下班时间到了，爱宝领着姐妹俩往家走。而此时在室外园区玩耍的福宝也该收拾收拾回室内了。昨天的雪覆盖了福宝的整个园区，从外面看上去，福宝像是生活在雪原上一样。而隔壁的乐宝正坐在下满雪的小亭子上吃竹子。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乐宝，乐宝都是一种正在享受熊生的姿态。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心态。等姨姨再一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正趴在树杈中睡觉，而隔壁的乐宝也正在睡梦中。此时是专属于父女俩的睡觉时间。今天两个爷爷尝试让爱宝出门，适应一下室内园区。姨姨们看到这次爱宝出门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的样子后，纷纷表示爱宝这可爱的模样根本看不出是3个孩子的妈妈。而且这次爱宝出来，爷爷全程在旁边陪伴着爱宝。爱宝这次出来后不仅有在好好吃饭，而且还重新熟悉了一下自己的室内园区。爱宝闻了闻带有福宝气味的小吊床，通过气味，爱宝闻出了福宝很健康。爱宝心想这段时间福宝应该生活的不错。不过爱宝这次没有在外面待很久，在园区转了一圈后就来到了通道门口，让奶爸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家。或许是爱宝现在还放心不下瑞宝和辉宝吧。而且这次爷爷目的也只是先让爱宝重新熟悉一下园区，于是爷爷便将通道门打开，让爱宝回家了。而爱宝在室内玩耍时，福宝正在室外。福宝今天也算是和妈妈一起营业了。当福宝在室外园区营业完，回到室内园区时，便察觉到了自己园区有其他的气味。爱宝的气味一直存留在福宝的记忆中。福宝在园区四处找寻着刚才妈妈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最后福宝停在了通道门口。福宝像是在跟爷爷说让自己进去找妈妈，而今天爷爷真的给通道门打开了。因为今天
瑞宝和辉宝没有在里面，所以通道门是安全的。而这次江爷爷还发文表示，1月初爱宝会带着瑞宝和辉宝来那场活动，按计划到时会让爱宝和辉宝、瑞宝上午出场，福宝则是下午出场。不过具体情况到时要根据瑞宝和辉宝的适应情况而定。调皮的辉宝非要趁妈妈坐在独木桥上休息时骚扰妈妈，结果换来的就是爱宝的一个回眸。爱宝回头发现够不着辉宝，于是便转过身对着辉宝来了个重击，直接给辉宝从独木桥上开了下去。挨揍的辉宝灰溜溜的自己跑去一旁，但这还没有完，爱宝此时正盯着辉宝的一举一动。爱宝走到辉宝身边，对着辉宝的小脑袋瓜又是一巴掌。辉宝此时心中默念，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不过辉宝这次长记性了，辉宝给自己后撤4、5、6、7步，然后掉头跑向了姐姐，去姐姐身边寻求安慰。一会儿，宋爷爷来到了园区，为爱宝放置竹子和小零食。此时爱宝看到自己又有新竹子了，便向自己的新竹子走去。爱宝坐在小亭子上吃着竹子，瑞宝则在竹子堆旁趴着，只有辉宝正在小亭子下面忙活着，在泥土里打滚，给自己忙活得脏兮兮的。之后辉宝又在园区里跑了一圈，感觉到无聊后，便来到小亭子上找妈妈和姐姐。最近辉宝对园区越来越熟悉了，花样越来越多。辉宝来到小亭子上后，直接给自己倒挂在了小亭子的扶手上，在掉下去的边缘疯狂试探。瑞宝还走来凑热闹。辉宝看着姐姐，像是在说：“姐姐，你看我多牛。”中午下班时间到了，但瑞宝、辉宝姐妹俩睡着了。宋爷爷不忍心叫醒姐妹俩，姐妹俩这睡觉的样子太可爱了。宋爷爷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姐妹俩睡觉的样子，还贴心的为瑞宝清理了一下脚丫上粘着的竹子。但是外场的福宝已经等不及了，爷爷只好抱起姐妹俩，送其回房间睡。现在宋3岁一心沉浸在研究让姐妹俩自己回家的方法上，而江爷爷这里则依旧喜欢采用最传统的方式抱姐妹俩回家。或许对于江爷爷来说，想的是趁现在还能抱得动，趁现在还能抱得到就多抱抱。建议宋3岁学习一下江爷爷的心态，因为等瑞宝和辉宝独立后想抱就抱。好几天没来园区的江爷爷对姐妹俩很是想念，今天来看姐妹俩时还给姐妹俩带了大竹笋。江爷爷将大竹笋递给辉宝后，辉宝直接抱着竹笋开啃。辉宝虽然是女熊，但性子和爸爸一样，向来不爱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而瑞宝这里接过爷爷竹笋后，走到爷爷身边和爷爷贴贴。瑞宝从小就懂得如何拿捏爷爷，看到瑞宝走到自己身边的江爷爷，嘴角都开心的合不上了。而咱辉宝就这样自己一个人坐在小滑梯上挨过大竹笋，心中没有一丝杂念。但凡这件事情对辉宝来说是最专心致志的事情了，这也就理解为什么辉宝的体重会比瑞宝沉了。而瑞宝这里吃了没一会儿又玩起来了，瑞宝这里体重想追上辉宝还是有难度。江爷爷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开始为爱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而此时的姐妹俩竹笋也不吃了，一起挤在小滑梯上玩耍。在江爷爷在园区四处查看时，还在饮水盆处发现了一根雪竹竹笋。江爷爷先将这根雪竹竹笋递给了瑞宝，江爷爷也不能偏袒，于是又去继续寻找。江爷爷走到远处的草丛里，发现了一根递给了辉宝。姐妹俩神同步的躺在小滑梯上吃着竹笋。江爷爷绕到姐妹俩跟前，姐妹俩又神同步的一起抬起了头，这模样不要太可爱。今天江爷爷也没有让姐妹俩自己回家，而是一个一个自己抱回去的。江爷爷先抱的辉宝，抱起辉宝时，江爷爷表情都变了。江爷爷心里一定又在想自己是不是爱宝了。江爷爷将辉宝抱到门口后，将辉宝拖了回去，之后紧接着去抱瑞宝。细看江爷爷在抱瑞宝和辉宝时表情都不一样，抱瑞宝时嘴角还可以上扬，抱辉宝时江爷爷咬牙坚持，心想一定不能让辉宝掉下去。而瑞宝这里到达门口时，江爷爷是直接抱着瑞宝走进了通道门口。昨天瑞宝被护栏吓了一跳的样子，差点又给爷爷送上热搜。瑞宝的这一动作被人误以为是被电了，如果瑞宝是被电了，察觉到危险后第一时间则是害怕的立马逃走，而不是一直待在园区迟迟不想离开，甚至还引着辉宝这里在护栏前打起了滚。今天下班点到了，爱宝在小床上挑拣着令自己满意的竹叶，瑞宝这里则又欺负起了餐厅。瑞宝此时的贵妃糖还有点小性感。爱宝吃着吃着，回头看了看通道门口，临近下班点了，爱宝在园区里也没有了食欲，想着奶爸什么时候能开门让自己回家吃小零食。爱宝等不及了，直接来到通道门口给奶爸敲门。在爱宝叫奶爸给自己开门时，瑞宝这里又给爷爷搞事情了。
从地上捡了个竹叶皮，拿起来就开啃。这是又想给爷爷挂网上了，让爷爷被骂不给瑞宝辉宝饭吃，只能吃枯黄的竹叶皮。而爱宝这里很快就给通道门叫开了，爱宝先回了家，瑞宝和辉宝这里在园区兜兜转转，一起来到了围栏前。就这样，瑞宝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被围栏吓了一跳。而此时宋三岁就在园区蹲着，守着姐妹俩，所以更不会出现被电的情况。同时，宋三岁蹲在这儿，是为了提醒姐妹俩该回家了。不过宋三岁越来越懒了，看到姐妹俩没有想回家的想法后，又把爱宝喊了回来，让爱宝帮忙收寻。爱宝以为奶爸又给自己放新竹子了呢，先是趴在小亭子上看了一眼，但发现什么也没有。于是爱宝又去到了小木床旁看了一下，爱宝发现小木床上也没有。爱宝此时心想，啥也没有，你让我出来干嘛？爱宝溜达一圈后什么也没发现，于是又走了回去。而带姐妹俩下班回家的事情又还给了宋三岁。辉宝正一脸幽怨地看着宋三岁，原因是今天辉宝正趴在爱宝身边吃奶吃得好好的，爱宝这里也没有阻止。而这时宋三岁开通道门的声音惊扰了爱宝，爱宝听到通道门打开的声音后直接起身，没有丝毫犹豫，因为爱宝有了理由推脱。爱宝表示这是宋三岁让自己回去的，要怪就怪宋三岁。爱宝就这样回了家，而辉宝就这样一脸幽怨看着自己那吃到一半的午饭和刚走进来的宋三岁。宋三岁最近干事儿越来越三岁了，都不考虑瑞宝辉宝的感受，只替爱宝考虑。前有瑞宝偷吃爱宝窝头，宋三岁看到后立马替爱宝抢过来还给爱宝。现又觉得爱宝喂奶辛苦，让爱宝回家，让辉宝自己吃竹子解决。辉宝看着进来的宋三岁，问宋三岁索要补偿，毕竟自己没吃饱。辉宝就这样坐在宋三岁面前，看着宋三岁，问宋三岁有没有愧疚感。而此时宋三岁眼里只有竹子，东一趟西一趟的在园区来来回回收拾着竹子。竹子收拾完，又拿来清理青团的工具，给爱宝清理青团。等一会儿，宋三岁将园区全部收拾完后，这才给辉宝拿来补偿，是一些鲜嫩的竹子以及一块小胡萝卜。辉宝在吃胡萝卜时还乖乖配合着宋三岁的拍照。辉宝今天中午奶也喝了，竹子也吃了，此时辉宝的小肚子吃得鼓鼓的，没一会儿就来到了草丛里，开始解决自己肚子里未消化的那部分。也有瑞宝辉宝跟在妈妈后面自己下班，现又有爱宝下班时强制带上姐妹俩。昨天辉宝自己玩耍时，听到通道门口传来声音，看到宋爷爷出来了，连想都没想，立马爬起来去追爷爷。虽然辉宝小腿倒腾得很快，但是奈何宋爷爷腿长，宋爷爷转身走进门，立马把门关上，辉宝被卡住了小腿。生气的辉宝看到这时通道门还开着，一气之下跑进通道门。而此时的瑞宝转头发现园区只剩自己了，想了想自己也跟了上去。这次搜寻是有史以来宋爷爷最省心的一次。另外，最近姨姨们可以看到，爱宝在园区睡觉时不在床上睡，而是喜欢睡在饮水盆旁。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空调口，从一旁晃动的竹叶就可以看出来，爱宝感觉这个地方比较凉爽，所以喜欢趴在这里休息。因为瑞宝和辉宝的原因，爱宝的室内园区现在还没有给冰床搬回来，是怕姐妹俩偷偷睡冰床着凉闹肚子。而乐宝这里已经早早的就想睡上去。而今天爱宝下班时，爱宝宛如觉醒了灵智，主动走到通道门口前，像是在跟奶爸和姨母交代，表示自己今天帮忙收熊回家，然后便转头走向了姐妹俩，选择了离自己最近的辉宝，之后连推带打的给其带到了通道门口，打算强行给辉宝带回去。看得出辉宝此时还是抗拒，但是被爱宝压在身下，毫无办法，一动都动不了。辉宝虽无谋，但是体力明显充足，看到妈妈一放松警惕就跑了。爱宝见辉宝走回去，又将树上的瑞宝拖了过来，但是这次爷爷和姨母没有跟爱宝配合好，迟迟没有给爱宝开门。最后瑞宝和辉宝都从爱宝不过宋爷爷看到后，为了表扬爱宝，给爱宝带来了一根大竹笋。爱宝此时坐在通道门口吃着竹笋，都还在催促姐妹俩赶紧回家，别让爷爷担心。爱宝真是越来越让爷爷和姨母省心了。今天下班，辉宝又不给面了，吃了宋三岁的小苹果，还不配合宋三岁，甚至故意爬到高的地方，让宋三岁够不着自己。但宋三岁也成长了，眼看辉宝不听话，转头就走了，跟辉宝玩上冷暴力了。今天下班点到了时，依旧是只有瑞宝自己醒着。瑞宝爬上小木桩，站起身，试图叫醒正在睡觉的辉宝。这是因为宋三岁跟瑞宝谈了报酬。此时的宋三岁眼看园区只有瑞宝醒着，便给瑞宝喊了过来。
宋3岁以一块小苹果为报酬，让瑞宝喊辉宝下来。瑞宝从小就讲诚信，吃完小苹果后就回去叫辉宝了。只不过自己能力有限，瑞宝发现自己根本叫不动，宋3岁便让瑞宝先自己回家。不过这时爱宝醒了，宋3岁眼看爱宝醒了，立马送上小苹果，防止爱宝一会儿再重新睡过去，用小苹果给爱宝提提神。爱宝看到小苹果后没有犹豫，立马转头过来给小苹果吃掉。爱宝吃完小苹果，看了看通道门，爱宝这时知道宋3岁为什么送小苹果了，就是为了让自己回家。爱宝从不白吃人东西。爱宝消化完小苹果后，便从小亭子上下来，走回了家。这时便只剩辉宝了。宋3岁带着诚意来到园区，一手的小零食。宋3岁先是给树上的竹子扯了下来，准备大干一场，接着站上去喂给了辉宝一块小苹果。本想趁辉宝还没反应过来就给辉宝推下去，哪知辉宝反应的这么快，一下打破了宋3岁的计划。辉宝站在最高的树杈上，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宋3岁这趟白出来了，甚至还赔了好几块小苹果。而对于辉宝的下班，这下只能看辉宝自己的心情了。因圣谢阿姨给的小零食，瑞宝和辉宝都不舍得吃了，尤其是瑞宝这里放进嘴巴的小零食，又不舍得拿了出来。果然，女孩子面对可爱好看的食物，都舍不得将其吃掉。大熊猫也不例外。今天圣谢阿姨拿小零食进来时，瑞宝从圣谢阿姨刚进门，目光就没有从圣谢阿姨手里的小零食上离开过，直到圣谢阿姨将小零食放在瑞宝嘴巴里后，瑞宝才放下心来。瑞宝坐好后，将原本放进嘴巴里的小零食又拿了出来。瑞宝有点不舍得吃，同时也想等妹妹下来后一起吃。瑞宝转头先跟姨母说了声谢谢，这可爱的模样太招人稀罕了。一会儿，瑞宝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打算自己先吃。很快，辉宝也过来了。不过，瑞宝这里的小零食都快吃完了。辉宝过来后，圣谢阿姨让姐妹俩坐在一起。辉宝对小零食没有顾虑，直接大口大口的开啃。辉宝的性格还真是男孩子，不过论坐姿的话，瑞宝这里也不服输。瑞宝表示自己可以比男孩子还要男孩子。辉宝这一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躺出了财阀公主应有的气质，不羁中又带有一丝傲慢。圣谢阿姨这里赶忙用相机记录下姐妹俩这可爱的样子来。姐妹俩对这场面已经习以为常了，任凭姨母怎么拍摄，都影响不了姐妹俩的正常干饭。不过这次干饭，辉宝的姿势更端正。辉宝调皮惯了突然的优雅，姨姨们看了表示还有点不习惯。姐妹俩这时又偷偷互换了性格，辉宝这端正的坐姿像是要加入少先队。爱宝躺在草地上，给自己挠脚丫的样子，可爱程度已反超瑞宝和辉宝。而爱宝现在的生活逐渐开始让游客们所羡慕。瑞宝和辉宝现在都大了，也不会过来烦爱宝了。而爱宝每天就是吃吃玩玩，什么也不用操心了。况且对于瑞宝和辉宝的育儿方面，还有2个奶爸的帮忙，以及奶爸还会给自己额外加餐。对于育儿方面，爱宝从始至今都没操过心，而瑞宝和辉宝现在对于爱宝，准确的来说，更像是2个丰容。当自己无聊时，把姐妹俩喊过来把玩一会儿；当自己不想玩时，就给姐妹俩推走，亦或是直接喊奶爸和姨母，给自己把去室外的门打开，让自己出去玩。爱宝履寒的这些年里，从来没尝过苦的味道，感受到的只有奶爸们对自己的爱。从刚来韩国时，爱宝对园区的不适应，以及对社内没有安全感，爷爷们便想尽办法给爱宝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将爷爷对爱宝不敢来室外，将爷爷给园区放满小零食，让爱宝感觉到在室外园区只有甜没有苦。爱宝晚上内心不安，不敢入睡，将爷爷就搬小床来爱宝身边。当爱宝怀福宝时，从开始时的待产，爷爷们便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不分白天和黑夜，而且怕打扰到爱宝，爷爷们经常打着一个微弱灯光的手电，摸黑对其照顾。另外还有多名饲养员在监控器前守着。那段时间，爱宝的青团和小便，爷爷们对其的小心程度堪比如获至宝。因为有了这些，兽医就能从中分析出爱宝今日的身体状况如何。而在爱宝生孩子后，爷爷们对其更是加倍重视，不管是生完福宝还是生完瑞宝和辉宝，爷爷给予爱宝的照顾都是一如既往的体贴。饭来张口的画面，我们看得更是数不胜数了。而将爷爷徒手给爱宝用纸巾擦拭身旁尿液的画面，更是让宝家粉丝们看到落泪。这体贴的程度放到人类身上，也足以称得上是体贴入微了。而爱宝在坐月子期间，肉眼可见般的变胖，爱宝是幸福的胖，更是爷爷们对其爱的反馈。可以说，爱宝履寒的这几年，虽然韩国物资不富足，但是在有限的条件里，爷爷们对其的照顾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挑出毛病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粉丝看了表示，这才是国宝应有的待遇。瑞宝正翘着小屁股在草丛里找寻着自己之前青团的气味，
对于瑞宝来说，在有自己气味的地方产青团更有安全感。姐妹俩经常在这一个地方产青团，这块地方的草坪都营养不盛，眼看着周围的小草日渐枯萎。而宋3岁这时正在给乐宝收拾竹子。乐宝最近食欲明显不如之前，宋3岁收走的这些竹子几乎没有几根乐宝吃过的痕迹。昨天将爷爷都直接给乐宝把胡萝卜送到了嘴边，现在爷爷们就差用手喂了。而今天下班时，姐妹俩又不听话了，爷爷和姨母在通道门口喊破嗓子，姐妹俩就装听不见了。不过这也不能怪姐妹俩，因为今天爱宝在回家后，姐妹俩此时正在望着回家的妈妈思索。而江爷爷眼看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江爷爷来到园区整理竹子时，还给姐妹俩一人包了一根竹子，让姐妹俩在园区再玩一会儿。等一会儿自己收拾完竹子后再回去也可以。而姐妹俩就这样乖乖地躺在小滑梯上吃起了竹子，也不去打扰正在收拾竹子的爷爷。这时江爷爷还夸姐妹俩是好宝，而盛熙阿姨也走了过来，看了看需不需要帮忙。姐妹俩吃了会儿竹竿，爷爷又给姐妹俩递上了一根竹叶。很快江爷爷打扫完园区了，开始喊姐妹俩回家了。但姐妹俩这时忽然不想回家了，这刚吃饱，在这气温刚好的室内园区睡会觉还是应该做的事情。爷爷和姨母轮流呼喊，但姐妹俩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根本不听。姐妹俩也想体验一下福宝姐姐以前被爷爷和姨母抬回家的感觉。